各位安康生活的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雨轩。今天想和咱们银发族聊一个很实际的话题，放在银行的养老钱怎么住才能更舒坦、更增值。前几天陪邻居刘阿姨去银行，她76岁，每月雷打不动的刷存折、存定期。我看到很多和咱们年纪相仿的叔叔阿姨，手里紧紧捏着存折，眼神里满是小心翼翼。这份对银行的信任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踏实。但我也想掏心窝子说一句，这份踏实没错，可如果只让钱在活期账户里睡觉，可能每年都在错过轻松到手的利息。现在银行有一种存款方式，特别适合咱们求稳又想多点收益的老人家，它不像定期那样绑死钱，利息却比活期高出不少。这不是复杂的理财，只是换个方式存钱，结果就会大不一样。希望咱们的养老钱都能安稳长大，日子过得更舒心。咱们先来算一笔最实在的账，看看一直放在传统活期账户里，咱们亏了多少。宇轩在这里绝对没有说任何银行不好的意思，他们服务周到，网点多，取钱方便，这些都是很大的优点。但是一码归一码，谈到钱生钱，咱们就得看冷冰冰的数字。大家知道现在一般银行的活期储蓄利率是多少吗？我查了一下最近的行情，大概就在 0.6% 上下浮动，有些可能稍微高一点，但也不会超过 0.8%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假设王伯伯和老伴手上有150万元的养老钱，这些钱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，不敢乱动，就全部存在家附近银行的活期账户里，图个随时能用。咱们按 0.65% 的年利率来算，150万一年下来能拿到的利息是9750元，平均到每个月就是812块5毛钱。这笔钱可能够老两口去超市多买几次菜，或者交小区的管理费。但说实话，对于改善晚年生活来说，确实是杯水车薪。可如果咱们只是动心思，把这150万挪一个窝，放到我稍后要详细讲的这种优利活存或者叫高利活储账户里，局面就完全改变了。现在很多银行，特别是为了吸引存款推出的数位存款账户，给出的活期利率普遍在 1.8% 到 2.5% 之间，一些新户优惠或者阶段性活动可能还会更高，咱们就保守一点，按 2% 来计算，150万乘以 2%， 一年的利息就是3万元整。来，咱们做个减法，3万减去9750，差了多少？是20250元。各位叔叔阿姨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2万多块钱啊！它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让你去投资股票基金单风险换来的，仅仅是因为你换了一个更聪明的存款地方，银行就愿意多给你这2万多的利息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，这笔差额会越来越大。假设从70岁存到85岁，15年下来，光是利息的差额就能达到30多万。这30多万，难道不值得咱们花上20分钟认真的了解一下吗？它可能就够咱们报一个舒适的老年旅行团，去看看大好河山，或者当孙子孙女考上大学、结婚成家时，咱们能包出一个更厚实、更体面的大红包。这不仅仅是钱，更是咱们晚年的一份从容和底气。算完这笔账，估计很多老朋友心里开始嘀咕了，宇轩啊，你说的是挺好，利息高那么多，可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是不是得存个3年5年不能动？万一我中间有个头疼脑热急需用钱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或者这该不会是那种骗人的东西吧？大家有这些疑虑太正常了，这也是我今天要着重跟大家解释清楚的核心。咱们要找的不是定期存款，而是高利率的活期存款。请一定记住活期这2个字，它是关键。过去咱们的老观念是高利息等于锁死资金，一存定存，就好像把钱关进了保险箱，要是暂时扔掉了，非得等到期才能拿出来。这对于咱们应急资金来说确实不方便，但现在的金融环境不一样了，银行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，尤其是他们都想要吸引那些有稳定存款的客户，就像咱们银发族。于是，一种结合了活期便利和定期收益优势的产品就诞生了，通常叫数位存款账户或优利活存。它有2个对咱们老年人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的优点。第一，它的钱是活的，随时可以存进去，也随时可以取出来。今天存，明天如果有急用，马上就能转走。利息是按照你资金实际停留的天数来计算的，非常公平。
第二，它的利率出现了倒挂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活期利率比很多银行1年期甚至2年期的定期利率还要高。听到这里，大家肯定更疑惑了，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，凭什么给这么高的活期利息？这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传统的银行有气派的大楼，有那么多穿着制服的柜员，每个网点都要付租金、水电、机器维护，这些成本非常高。他从咱们这里吸收存款，再贷款出去赚差价，但成本一高，能给到存款客户的利息自然就被压缩了。而现在流行的数位账户是银行通过手机 APP 或者电脑网页来提供服务的，没有实体存折，大部分业务不需要去柜台，银行因此省下了一大笔运营实体网点的开销，他就把省下来的这部分钱拿出一部分来提高给客户的存款利息。用高息作为诱饵，吸引大家把钱从别的银行转过来，也鼓励大家更多的使用他们的线上服务。这就是一个商业上的良性循环。对银行来说，获得了低成本存款和客户，对咱们来说拿到了更高的利息，是双赢。那为什么咱们去银行柜台时，柜员很少主动推荐这个呢？这里就涉及到一点点行业内部的情况了。柜台行员有他们的业绩考核指标，他们推荐客户办理的业务，比如某些保险产品、基金，可能能为银行带来更高的中间收入，他们自己也可能有相应的绩效。而引导客户去开一个主要通过手机操作的数位账户，这笔存款可能就不算他们的线下业绩，所以他们自然没有太大动力去主动告知。这不是说他们不好，只是立场和考核机制不同，所以这个秘密需要咱们自己主动去了解和获取。说到手机操作，这恐怕是横在咱们大多数银发族面前最大的一道坎了。宇轩，我老花眼，手机屏幕上的字小得像蚂蚁，我看不清啊，我最怕按错键了，万一不小心把钱转到别人账户怎么办？还是红本本存折好，每个月去打印一下，一条一条记录清清楚楚，心里踏实。这些担忧，每一句我都听过，也特别理解，这恰恰是我想帮大家一起跨越的心理门槛。咱们得建立一个新认识，在这个智能时代，学会使用1-2个简单可靠的新工具，可能就是最安全、最有效的赚钱方法之一。而且请大家放心，现在的银行 APP， 特别是几家大的，咱们信得过的公股银行或者老牌商业银行，在设计时早就考虑到了高龄用户的需求，他们很多都推出了长辈模式或者简易模式，你只要在设置里点一下切换，整个界面立刻变得不一样了。字体变得非常大，非常清晰，色彩对比也很明显，功能菜单极度简化，通常只剩下查询余额、转账、存款这几个最核心、最常用的按钮，把那些复杂的理财、贷款入口都隐藏起来，操作逻辑就像用家里的老式遥控器一样，一目了然，你完全不用担心会迷路。更重要的是，数位账户里的钱和你存折上的钱，在法律上和安全性上没有任何区别。它不是什么虚拟货币，它就是你在该银行的一个活期存款账户，只不过这个账户的存折是电子化的，你的每一笔进账、出账系统都有无法篡改的电子记录，比纸质存折还可靠，毕竟存折可能丢失或破损，银行每个月都会通过电子邮件或者 APP 站内信，给你发送一份完整的电子对账单。最关键的是，只要这家银行是正规的、受监管的金融机构，你的存款就受到存款保险条例的保障。在咱们这里，这个保障额度是300万元新台币，也就是说，万一银行出了极端问题，虽然概率极低，你在同一家银行的所有存款300万以内是由存款保险机构全额赔付的。这个保障不看你用的是存折还是手机 APP， 它只看你的账户性质和存款金额。所以安全感这块，大家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，道理讲明白了，顾虑也消除了。接下来宇轩就给大家整理出3个非常具体的操作步骤，咱们一步一步来，一点也不难。第一步是挑选一家让你放心的好银行，市面上现在有一些新成立的纯网络银行，利率给的特别高，很吸引人，但我知道咱们这个年纪经不起任何不确定性的折腾，稳妥是第一位的。
所以我建议大家先从那些你叫得出名字的，在街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网点的大银行开始找起，比如像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、合作金库这些公股银行，或者是兆丰、第一银行、华南银行这些老牌行库，他们很多都推出了自己的数位子品牌或高利活存产品，像一银的 IIOU、华南的 SNAE， 另外像台新银行的 Record、国泰世华的 KOK、永丰银行的 DAHO， 这些虽然是民营的，但规模很大，也很可靠。你可以让家人帮你上网搜索 XX 银行数位账户优利活存，或者干脆去他们的实体网点，找大堂经理问一句，请问你们银行有没有那种通过手机开户，利息比普通活期高的存款账户呀？特别要注意一点，很多银行的优惠是针对新资金的，也就是从其他银行，比如你原来的邮局账户转进来的钱，才能享受最高档的利率。去问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点也问清楚。第二步，要学会借力，善用你的孝顺儿女。如果你自己对摆弄手机确实感到头疼，没信心，完全不必强迫自己，这恰恰是一个让子女表达孝心，参与你财务规划的好机会。这个周末可以把儿子、女儿或者孙子孙女叫回家，做一桌好菜，吃完饭坐下来，把手机拿给他们，像聊天一样的说，孩子啊，妈最近看宇轩的节目，说现在有个什么数位账户，利息不错，你能帮妈研究研究，看哪个适合我，再帮我弄一下吗？对年轻人来说，下载一个银行 APP， 用你的身份证、健保卡完成实名验证，再关联一个你已有的银行账户做身份确认，整个过程快的话10分钟就能完成。你可以让孩子帮你把 APP 界面设置成长辈模式，把登录密码、交易密码用笔写在你的私密本子上，和存折锁在一起。甚至你可以和他们约定，这个账户就是用来钱生钱的，平时不怎么动用，你只需要偶尔看看手机收到的利息入账短信，心里偷着乐就行了。实际操作可以交给他们偶尔帮你查看一下，这样一来，你既享受了高息，又避免了操作困扰，还增进了亲情。第三步，要记住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这个古老的理财智慧，这种高利活存账户通常都有一个优惠额度的上限，比如 A 银行规定50万元新台币以内享受 2% 的高利率，超过50万的部分就只按普通活期利率，比如 0.6% 计息了。B 银行可能大方点，100万以内都给高息。C 银行的新户优惠，可能前3个月300万以内都给高利率。所以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蚂蚁搬家，分散存放。你完全可以保留原来那个邮局或银行的旧账户，里面放上10万、20万，用来接收每月的退休金，支付定期扣款的水电煤气费、电话费，维持你最习惯的现金流。然后把那笔大的、长期不动的养老本钱，根据各家银行的优惠额度拆分成几份。比如转50万到 A 银行的数位账户，转80万到 B 银行的数位账户，再转70万到 C 银行的数位账户。虽然这样你名下有了3-4个账户，看起来有点麻烦，但请你想想，这一番操作下来，你150万的本金，整体享受的平均利率可能就从 0.65% 提升到了 2% 左右，每年多出2万多的利息，用一点点管理上的小麻烦，换取每年一次额外的免费旅行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当然，宇轩最后一定要凭良心给大家做几个最重要的风险提示。咱们追求收益，但前提永远是安全，守得住的钱才是自己的钱。第一个提示，千万要认准正规的金融机构，所有的高息诱惑都必须建立在平台绝对合法可靠的基础上。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某个你没听过的平台或者投资机会能给你月息 2%、年息 20%， 请你立刻转身就走，那100%是诈骗。记住，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，合法、安全且流动性好的高利活存，年化收益率普遍在 1.5% 到 3.5% 这个区间，短期活动冲上 4%、5% 有可能，但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以上的，一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，不要贪图高息而掉入陷阱。第二个提示，一定要像保管存折和印章一样，保管好你的手机和密码。
既然使用了手机银行，你的手机锁屏密码、银行 APP 的登录密码和交易密码就是保护你资金安全的第一道锁。千万不要设成简单的123456或者你的生日，也绝对不要写在纸条上贴在手机背面。最好的方法是设置一个你自己容易记，但别人很难猜的组合，并且牢牢记在脑子里。如果怕忘记，可以把它拆分成几部分，用只有你自己懂的暗语记在家里的一个私密本子上。第三个提示，留意产品的游戏规则。有些银行给出高利率，是附带一些小任务的，比如要求你每个月用这个账户的借记卡刷卡消费5次，或者每个月从其他银行转账一笔钱进来。对于咱们图省心的老人家来说，这种需要打卡完成任务的产品可能就不太合适。我们就专门找那种无脑存的产品，也就是你只要把钱放进去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能稳稳享受高利率。哪怕它的利率比那些需要做任务的稍微低个 0.1% 或 0.2%， 我们也选它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省力。各位安康生活的老朋友，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钱的事，但宇轩最后想说的是，钱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真的不仅仅是一串数字或者能买东西的纸张。它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尊严，是面对生活突发状况时心里不慌的底气，是我们可以拒绝不喜欢的事情，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的筹码。我们年轻时为它奔波劳碌，老了更应该学会如何聪明地养护它，让它为我们安稳的晚年生活服务。不要让怕麻烦的习惯，或者对新生事物本能的恐惧，成了那个悄悄偷走我们应得收益的小偷。从今天，从你看完这个视频开始，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小小的改变，也许只是拿起手机，让儿女教你看看银行 APP 的界面，也许只是去银行柜台，随口问一句关于高利活存的信息，也许只是开始在心里盘算一下自己的老本该怎么重新安排。只要你迈出了这了解的第一步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让自己的退休金更值钱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你的晚年生活完全可以因为这一点点积极的改变而变得更加宽裕、更加从容、更加有滋有味。如果你觉得宇轩今天这番话对你有一点点启发，或者你立刻想到了身边某位老朋友，他可能也正在用最传统的方式存放着自己的养老金，那么请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，让我们这群老伙伴们不仅能一起喝茶聊天，也能一起交流守护财富、提升生活品质的心得。大家一起守住老本，赚回利息，安安心心、富富足足地享受我们的金色晚年。我是陈宇轩，在安康生活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